今天想聊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结局说起来很有意思，跟我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一间特别安静、铺着厚厚地毯的律师办公室，笔尖在纸上沙沙地划过，然后一个横跨了3大洲、影响了几十亿人想法的价值上千亿美刀的媒体帝国，就这么完成了它最冷酷但也是最昂贵的一次内部交易。这个交易说白了就是一笔赎金，它赎的是什么呢？是默多克这个家族未来的和平。它买断的是什么呢？是3个小孩对于这个媒体帝国未来的所有权。它要洗掉的又是什么呢？是默多克商业王朝血脉里面那些被认为是不够纯粹的意识形态。就在2025年9月份，这样一份协议一公布，全世界最受瞩目的豪门内斗，就是默多克媒体帝国的继承权大战，正式划上了休止符。这33亿美刀是3个子女退出争产的分手费，但它更是给他们的大哥拉克南·默多克办的一场加冕典礼。从这一刻开始，他就是新闻集团跟福克斯公司那个唯一的也是绝对的老大。那说起这样一场世纪战争对打的双方，其实是2个亲兄弟，哥哥拉克南跟弟弟詹姆斯。他们俩的斗争一开始只是在老爸书房里面小声的嘀咕，后来闹到董事会，变成权力内斗，在最后干脆变成了一场全世界都可以看热闹的公开叫板。而最终的决战是在内华达州的法庭里面，决定输赢的不是法官手里的小木锤，而是一笔冷到骨子里面的金钱的交易。这个就引起了我们今天想要聊的问题，这到底是一场没有办法避免的兄弟硬抢，还是现实版的继承之战？还是说是他们的老爸那个媒体大亨老默多克这个现实世界里面的教父亲手策划的一场代价超级高昂的路线清洗？弟弟詹姆斯的出局真的是因为他有什么崇高的理想主义，还是说理想这个东西只不过是他在权力游戏里面输掉之后给自己退场时披上的一件体面一点的外套呢？所以你看，这个不仅仅只是一个家族的故事，它更是一个媒体帝国在21世纪到底要怎么选择自己灵魂的故事。当血缘跟信仰两者实在是没有办法调和到一块的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在维持着一个王朝呢？我觉得答案就藏在这样一张33亿美刀的冰冷账单里面。这样一场斗争的核心是90多岁高龄的媒体帝王鲁伯特·默多克，他用一辈子把他爹手里的一份澳大利亚的小报纸打造成了一个横跨3大洲，能够深刻影响英国、美国跟澳大利亚政治的全球媒体帝国。但是当这个帝国需要一个接班人的时候，老默多克选人的标准可不只是看你懂不懂做生意或者会不会做管理，更重要的是你必须在思想上跟他是一条心。那这一点就为这样一场现代版的莎士比亚的悲剧埋下了伏笔。那我们先看一下舞台上的各个角色。首先当然是国王老默多克，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老头，既被权力的欲望驱使，又对于保守主义有一种近乎偏执的执念。他既是这个媒体帝国的创造者，同时也是这个家庭的绝对统治者跟撕裂者。然后是他那个忠诚的大儿子拉克南，他短暂的离家出走过一阵，回来之后就选择了当他老爸最完美的复刻品。他的保守主义立场说实话比他老爸更坚定。接着就是那个叛逆的二儿子詹姆斯，因为没办法认同自己家族媒体帝国的政治立场，反而变成了是家族的一个公开批判者。而在他们身后还有几位公主，有同样在媒体界干得非常出色的妹妹伊丽莎白，还有一向不怎么掺和这些事情的大姐普鲁登斯，当然还有邓文迪那2个远离漩涡中心的宝贝女儿。这样一场冲突的最高潮就是价值33亿美刀的亲情买断。这个事儿的影响
可大了去了。它不仅仅只是决定了像福克斯新闻网、华尔街日报这些全球顶级媒体巨头未来的方向，甚至有可能在未来几十年里面一直影响着全球的政治环境和我们大家讨论事情的方式。默多克王朝的裂痕其实并不是一天才形成的，这样一个种子早就埋在这个商业帝国的根基里面。想要看懂这样一场战争，我们必须要先走进他的创造者老默多克的影子里面。他这个人就像是一个现代版的李尔王，一方面他非常爱自己的孩子，但是另外一方面又亲手把他们一个一个都扔进了这样一个非常残酷的权力的斗兽场。你可以想象看，他从澳大利亚的一家小报纸起家，花了半个多世纪建了这么大一个全球的媒体帝国。他的想法简单又粗暴，媒体不光是生意，它更是影响政治、塑造世界的终极武器。在这样一种环境里面长大的小孩，打出生起那天就被告知，你们的这个姓默多克既是荣耀也是枷锁，老爸希望他们继承的不单只是金钱，更是他那样一种永远不满足的战斗精神和对于权力没完没了的渴望。有一个曾经给老默多克写传记的作家就说过，老默多克在做生意的时候冷酷无情，但是在家里面感情又特别的复杂。他能够随时停下决定公司命运的高层会议，去接孩子们的电话，就好像任何一个慈祥的老爸一样。但是呢，这样一种亲密无间是带着考验的。孩子们被鼓励互相竞争，甚至相互打小报告，就是为了向老爸证明谁才是那个最牛掰的继承人。而正是这样一种由老爸亲手点燃的兄弟之间的竞争之火，最后也把整个家庭的和谐给烧没了。那作为大儿子，拉克南曾经被理所当然的看作是这个媒体帝国未来的国王。他学老爸的穿衣打扮，学老爸的强硬作风，34岁的时候就已经是新闻集团的3把手，帝国的未来好像就在他的手心里面。但是2025年7月29号，他突然宣布辞职，带着老婆孩子回澳大利亚去了，开始了差不多10多年的流放生涯。这个不是什么和平的分手，说白了是一场非常惨烈的宫廷政变的结局。当时公司里面有一帮跟着老默多克打天下的老臣子，领头的是福克斯新闻的创始人罗杰·埃尔斯。这帮人开始公然挑战拉克南这个年轻太子的权威，他们怀疑他的能力，还在公司内部搞各种小动作，到处说他生活方式怎么爱开派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时候在公司里面的那种氛围，这个董事会的会议室空气里面都飘着阴谋的味道，每一次关起门来的秘密商量都有可能是在背后捅他一刀。那冲突的爆发点在哪儿呢？就是这样一帮老臣子在做一些关键决定的时候，完全把太子拉克南给架空了。这个不就等于公开逼宫吗？他们在赌当太子跟这些功臣发生矛盾的时候，老默多克到底会站谁一边？结果呢，老默多克做了一个让他自己后来一生都在后悔的决定，他选择站在了高管那一边，站在了这样一帮老臣子这一边，然后削弱了自己儿子的权利。这个对于拉克南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是来自于老爸的最深的背叛。于是拉克南愤怒地出走了，离开了家族权力的中心纽约，回到了老家澳大利亚。这样一次出走长达近10年，成了他职业生涯里面一段特别重要的野蛮生长期。在澳大利亚，拉克南他自己当投资人，在商场上打拼，这样一段时间让他尝遍了成功跟失败的滋味。他也栽过大跟头，比如说他曾经投过的一家电信公司最后破产了，让他被人骂得不轻。但是呢，他也的确展现出自己独到的眼光，比如说他主导新闻集团早期投资了一个房地产网站，这样一笔投资后来给公司赚到了几十亿美刀的回报。这段时间他完全脱离了老爸的直接保护，这段经历对他后来的成长特别关键，让他建立了一个独立商人的名声，也可以让他形成一种比他老爸更纯粹的商业保守主义的想法。他想明白了，只有当老爸思想最忠诚的执行者，
才能够不犯以前的错误。而这样一次失败，为他后来的胜利埋下了最重要的伏笔。当哥哥拉克兰带着一肚子的火远走澳洲的时候，这边厢弟弟詹姆斯的机会就来了。但是一场马上就要引爆整个英国的窃听丑闻，不仅会让弟弟拖进深渊，更会让整个默多克家族迎来创始人这辈子最丢人的一天。这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风暴呢？哥哥拉克兰的出走，给弟弟詹姆斯铺平了通往权力顶峰的道路。跟拉克兰一家一直待在家族保守派大本营的经历完全不一样，詹姆斯的职业生涯从一开始就更加的国际化。他这个人很聪明，很现代，顶着名牌大学的光环，对于数字媒体特别敏感，被看作是能够带领这个古老的媒体帝国走进新时代的一个改革者。他早些年主要在亚洲跟欧洲工作，管过香港的星空传媒跟英国的天空广播公司，这些地方的媒体环境跟监管跟美国、澳大利亚非常不一样，所以他一路高升，眼看着就要摸到媒体帝国权力的巅峰。但是2011年爆发的英国《世界新闻报》的电话窃听丑闻，成了詹姆斯人生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作为当时新闻国际的负责人，他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这个丑闻到底有多恶劣呢？他不仅爆出旗下的记者去黑了谋杀案受害者阵亡士兵家属的手机语音的信箱，甚至连一个被谋杀的小女孩的语音信箱都黑掉了。这个是一个国家的道德底线都不能够容忍的罪行。这个丑闻一下子就引爆了整个英国社会对于默多克媒体帝国滥用权力的强烈的反感。在英国议会的听证会上，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詹姆斯的身上，而他在反复的辩解说，窃听这个事儿他并不知情，是被手下人给骗了。他那样一身精心打造的现代化商业精英的形象，在刺眼的聚光灯底下显得特别的苍白无力。他不再是什么数字时代的王子，而是一个现在旧世界泥潭里面还想要推卸责任的管理者。而更要命的是，他的2个前高管还公开指责他在议会撒谎。那这样一来，詹姆斯的信誉就彻底破产了。后果是灾难性的，新闻世界报这份百年大报被迫关门，新闻集团想要收购天空广播公司的计划也就此泡汤。英国议会甚至专门发了一份报告，直接说老默多克对于他公司里的非法行为故意看不见，断定他是一个不适合领导大型国际公司的称职的人选。老默多克后来自己也承认，这个是他一生当中最卑微的一天。而对于詹姆斯这个人来说，这样一场丑闻的冲击是致命性的，他的名声全部毁掉了，继承人的光环也一下子就没了。而且詹姆斯在处理危机的时候表现出来的不仅仅只是管理上的无能，更是性格上的软弱。他没有能够做到一个默多克继承人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家族的权利，维护家族的声誉，哪怕这个意味着要用更强硬、更加不光彩、不择手段的方法。在这里我想插一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年邓文迪为了保护老默多克，在全球媒体的记者面前奋力一扑的那个非常经典的、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场景，我们再对比一下詹姆斯在关键时刻的无能、软弱跟推卸责任，我想这两相对比下来实在是太鲜明了。所以其实远在后来他们兄弟俩思想上的分歧公开化之前，电话窃听丑闻这个洗不掉的丑闻的烙印，可能就已经就此注定了弟弟詹姆斯最后的命运了。詹姆斯在2020年正式辞掉了新闻集团董事会的职务的时候，他说得很明白，是因为跟公司发的新闻内容还有一些战略决策有分歧，比如说福克斯新闻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否认态度，还有就是对于特朗普政府毫无保留的支持等等等等。说实话，到了这个节骨眼上，这些听起来冠冕堂皇的话，更像是对于自己无能的一种借口罢了。
而弟弟詹姆斯因为丑闻名声扫地之后，哥哥拉克兰就被老爸叫了回来，重新回到了媒体集团权力的核心。这个时候的他早就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冲动的年轻人了。澳大利亚的那些理念让他对于家族帝国的保守主义根基有了更深刻的认同。他最后被老爸选为继承人，最重要的原因其实也就在这儿。在老默多克的眼里，拉克兰是他思想上最忠实的继承人，政治立场甚至比他本人还要更保守，还要更坚定。他曾经在给前妻安娜的信里面毫不掩饰地说，拉克兰是经营我们公司的最佳人选。您听听看，最佳两个字衡量的标准显然不只是纯粹的商业能力，而是也需要看一看在意识形态上是不是绝对的合拍。拉克兰的回归跟加冕是他对于老爸价值观的最终臣服，也是他为了得到这个王位付出的忠诚的代价。如果说早些年兄弟俩不同的那些经历还只是隐藏的危险，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就彻底把导火索给点燃了，把兄弟俩内部的一些矛盾升级成了一场关乎帝国灵魂的公开战争。离开家族帝国以后，弟弟詹姆斯开始了一场彻底的放飞自我。他通过自己的投资公司跟太太一起创立的基金会，开始有计划的把钱投向了跟他们家族的意识形态跟价值观完全相反的领域。2020年，灾难性的森林大火席卷了整个澳大利亚，天空被染成非常诡异的橘红色，灰烬像雪花一样往下掉。全世界的媒体都在讨论气候变化，但是这个时候，默多克旗下的那些保守派的澳洲媒体在干嘛？他们在淡化气候变化与火灾的关联，他们还把相关的担心说成是杞人忧天。那这样一种跟西方社会主流左翼看法差距甚远的巨大的鸿沟，就变成了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2020年1月，詹姆斯跟他的太太凯瑟琳，这个非常积极的极左环保主义者，发了一份措辞特别严厉的声明，公开批评自己家的媒体。声明里面说，他们对于澳大利亚新闻媒体里面一直存在的否认态度感到特别失望，因为这个跟事实以及证据是明显不符的。这一下子无异于在家族内部引爆了一颗核弹。一位新闻集团的高管私底下就说，詹姆斯这么干等同于在自己家的帐篷里面撒尿。这个是和家族的彻底切割，也是公开的宣战。几个月以后，詹姆斯就正式辞掉了新闻集团的董事职务。到这儿，兄弟俩的争斗就彻底变成了一场公开的思想决裂跟意识形态的路线之争。就在家里面矛盾越来越大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商业决策正在为后来的分家铺好道路。2017年，默多克家族宣布用713亿美金的天价，把21世纪福克斯的大部分娱乐资产都卖给了迪士尼。我必须得说，这样一步棋堪称老默多克这辈子最有谋略的一招。这就像一次残忍但是又非常精准的外科手术。首先他看得非常清楚，跟 Netflix 这些科技巨头竞争的话，传统的娱乐业务的压力太大了，那这个时候趁着高价卖掉是一个聪明的选择。其次，这样一笔交易给默多克家族带来了巨额的现金，而这样一笔钱后来就成了支付给那几个出局的子女33亿美刀分手费的主要来源。而且最关键的是，这次卖掉资产其实是一场战略性的路线清洗。老默多克把他二儿子詹姆斯最擅长也最花心思的全球娱乐的版图给整个打包卖掉了，只留下一个思想色彩特别浓厚，简直就是为大儿子拉克兰量身打造的新版福克斯。那这样一个做法等同于亲手卖掉了弟弟詹姆斯的未来，来确保哥哥拉克兰的王位。这么一来，詹姆斯在新的帝国里面的地位就已经变得特别尴尬了，因为他所代表的那个方向，那个未来已经被老爸打包卖掉了。所以迪士尼这笔交易并不是兄弟俩闹翻的原因，而是老默多克为了实现他最终的继承的布局而精心设计的一个不可逆转的安排。
在这样一场主要由男人们主导的继承权力的战争当中，默多克的女儿们，主要是伊丽莎白，其实也扮演了挺复杂、挺关键的一个角色。伊丽莎白不是一个甘于平庸的继承人。2001年，她离开家族企业，在英国自己创办了一个电视剧制作公司。那这样一家公司很快成了全球顶尖的独立制作公司之一，也从侧面证明了女儿伊丽莎白的能力。但是尽管能力很强，在默多克家族那样一种根深蒂固的继承顺序里面，伊丽莎白跟她大姐普鲁登斯始终是排着2个弟弟后面的。而詹姆斯在一次很少见的采访里面也公开表示过自己的老爸是一个厌女者，这个或许能够说明为什么伊丽莎白最终选择跟詹姆斯站在一块，共同来对抗老爸跟大哥的原因。而大姐普鲁登斯呢，她一向不怎么管家里面的生意，但是最后也选择了跟詹姆斯跟伊丽莎白站在一块儿。那这一幕本身也就宣告了默多克家族作为一个有着深厚感情纽带的共同体已经彻底破碎了，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就此降到了冰点以下。据说拉克兰跟詹姆斯之间早就已经不说话了，过去的兄弟手足现在变成了在意识形态上面不共戴天的敌人。有传言说，这样一场最终摊牌的导火索其实是由伊丽莎白点燃的。他在看了那样一部非常深刻影射他们家族的 HBO 热播剧《继承之战》以后，感触很深，所以在2023年给兄弟姐妹们发了一条信息，提议说我们应该认真规划一下老爸去世之后的安排了。那这样一条短信一下子就打破了家族内部那样一种非常脆弱的平衡，直接刺激了拉克兰跟老默多克，让他们迅速采取了法律行动。当意识形态上的裂痕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弥补的时候，那最后的战场就转移到了法律跟金钱这2个领域，而这样一场终局之战的核心就是争夺默多克家族的信托基金的控制权。默多克家族权力的核心原本是一个在理论上不能撤销的家族信托，他手里面有新闻集团跟福克斯新闻差不多 40% 的有投票权的股份。按照最原始的这个规定，老默多克去世以后，他的4个成年子女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投票权，但是随着家族的分裂日渐明显，这个安排反倒成了老默多克的最大的一个心病。他担心的是，在他100年之后啊，詹姆斯、伊丽莎白跟普鲁登斯他们3个会联手用3-1的投票优势把长子拉克兰给赶下台，然后可以就此改变福克斯新闻网的保守派的方向。为了永绝后患，老默多克跟拉克兰策划了一场非常大胆的法律行动，他们跑到内华达州的法庭去告状，要求修改信托的条款。这个计划被非常讽刺的命名为家族和谐计划。他用那些非常冰冷的法律条文来隐藏一个非常残酷的目标，就是剥夺掉其他3个孩子的投票权，把这个帝国的绝对控制权永久性的交到拉克兰一个人的手里。在法庭的文件里面，弟弟詹姆斯被非常明确的标记为找麻烦的受益人。而面对老爸跟大哥要剥夺自己合法权益的举动，詹姆斯他们3个兄妹也联合起来，请了非常厉害的律师团来反击。2024年12月，法庭的判决下来了。法官在长达96页的判决书里面，把老默多克跟拉克兰的行为说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还裁定他们的行为构成了恶意。法官认为，这个计划的真实目的根本不是为了保护什么经济利益，而是为了永久性的巩固拉克兰在公司里的高管跟控制性的角色。从法律和民生上来看，这个官司是输掉了，但其实这样一场官司真正的战略意图，可能从一开始就未必是为了赢，它更像是一种极限施压的谈判策略，是一场以打促谈的技巧。这一场公开撕破脸的家族内斗跟法律战，给詹姆斯他们3姐弟传递了一个非常清晰但是也极其残酷的信号，就是老爸跟大哥为了要确保太子的接班的地位，已经下定决心，没有任何人能够动摇了。
他们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那面对这样一种非常决绝的态度，再斗下去，也就意味着一场时间漫长、代价非常高，而且最终可能赢不了的消耗战。那正是这样一场诉讼在战术上的失败，把所有人都逼回了谈判桌，而最终催生了老默多克跟拉克兰他们真正想要的一场战略上的胜利，就是用一笔巨额的现金来彻底买断了反对派的权利。在经过了差不多2年的法律拉锯跟幕后的博弈之后，默多克家族的继承之战最终以一份价值33亿美刀的和解协议划上了句号。2025年9月8号，福克斯公司跟新闻集团联合宣布，家族成员已经就信托纠纷达成了互相谅解。而这样一份和解协议的核心内容，就是一次彻彻底底的用现金换权利的交易。我们来看一看细节哈。首先是33亿美刀的分手费，协议规定，普鲁登斯、伊丽莎白跟詹姆斯这3位，我们可以叫他们离任受益人，每一个人将拿到差不多11亿美刀的现金，总共33亿美刀。这样一笔钱是通过卖掉他们在旧信托里面持有的那些有投票权的关键股份来凑的。其次是权力的彻底交割，作为拿到现金的交换，这3位兄弟姐妹他们将彻底退出任何持有公司股份的信托，而且未来也被禁止直接或者间接的持有新闻媒体集团的股份，而且他们还必须签一份长期的终止协议，阻止以后他们买公司的股票或者做任何可能影响公司控制权的事。这个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不仅放弃了现有的权利，也放弃了未来争夺权利的任何可能性。然后我们看到新的信托有一个非常精妙的设计，那个给4个成年子女平等投票的旧信托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新的信托结构。新信托的受益人包括了拉克兰，还有老默多克跟第3任妻子邓文迪生的2个女儿格雷斯跟克洛伊。那这个新的信托也就意味着拉克兰成了这个庞大媒体集团的唯一的决策者。为了保证这样一种权力结构的稳定性新的信托有效期被设定为一直持续到2050年，到那个时候所有剩下的股份将全部转给拉克兰一个人。而最后呢，是邓文迪的王牌，把自己的女儿格雷斯跟克洛伊加到新的信托里面，是这样一份协议里面一个极其精明的安排。根据早前的协议，他们虽然也是受益人，但是没有投票权，而在新的结构里面，他们的地位还是一样，但是他们的存在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就是他们共同拥有信托1/3的资产受益权。这个既可以保证他们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更重要的是，他们作为没有投票权的受益人，在股权结构上起到了一个压舱石的作用。据说老默多克为了达成这个协议安排，还专门征询并且拿到了邓文迪的同意。这个说明邓文迪在这样一场默多克家族的终局之战里面，依然扮演着一个不容被忽视的幕后的角色。所以你看，这样一份和解协议成功的把一个本来有分裂风险的权力结构不可逆转的变成了是一个稳定而且意识形态非常纯粹的权力结构。33亿美金的代价换来的是新闻媒体集团这个帝国的绝对安全跟意识形态的永远传承。这在老默多克跟拉克兰看起来毫无疑问是一笔划算的交易。那随着协议签署完毕，拉克兰他终于名正言顺地登上了王座。他所继承的不单单只是一个价值几千亿美刀的媒体集团，更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保守主义的思想堡垒。这一场胜利是用牺牲掉几乎全部的手足之情换来的，他将成为一个孤独的媒体的国王。而对于投资者跟政治上的盟友来说，拉克兰的全面掌权消除了在美国政治非常大的一个不确定性。福克斯新闻网、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还有很多其他媒体资产的保守主义路线，会毫无疑问的继续跟巩固下去。任何关于福克斯新闻网可能会变软或者是变左的猜测以及传言，就此都烟消云散了。在扫清了内部的障碍之后，拉克兰他可以更加自由地推行自己的商业战略，他可能会重新启动新闻集团跟福克斯公司的合并计划，而这个计划
之前因为弟弟詹姆斯的反对，根本没办法搞。而拉克兰的胜利也就意味着默多克家族作为一个有感情纽带的家族已经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单一的意识形态来统治的拉克兰的新王朝。拉克兰继承的不仅仅是他老爸的商业帝国，更是他那样一种目标高于情感的冰冷的价值观。继承之战算是结束了，但是默多克家族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这一场分家催生出了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未来。被赶出了权力核心的詹姆斯，他并没有消沉下去，手里握着超过11亿美刀的巨额资金，他转身就投入了自己的私人投资公司。而这家公司的投资版图揭示了他正在发动一场文化上的反攻。一系列的投资布局意图非常的明显，詹姆斯正在建立一个跟他自己家族福克斯新闻所代表的价值体系形成鲜明对比的媒体与文化的联盟。他的投资目标都指向一个更年轻、更多元、更偏向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观众群体，而这个恰恰是福克斯新闻观众的反面。这个也就预示着未来的全球媒体的市场有可能会出现一种非常奇特的景象，就是不再是默多克跟其他巨头的竞争，有可能是一场默多克与默多克的代理人之间的战争。如果我们回顾这样一场漫长的家族内斗的话，就可以看到这远远不只是一场简单的兄弟的争吵，而是一场由帝国缔造者本人默许甚至推动的路线清洗。迪士尼这样一笔交易是整个内斗的关键转折点，为买断那些有不同意见的人提供了弹药，而在帝国版图的结构上又让詹姆斯从此以后变得无足轻重。最终老默多克做出了他的终极选择，在他眼里面，一个意识形态更纯粹、权力高度集中的媒体的堡垒，远比一个内部吵个没完没了的家族企业更有价值。而为了捍卫他一辈子的政治遗产，他宁愿付出33亿美刀的代价。这样一场终局之战留下的东西是双面的，一方面他加冕了拉克兰，确保了福克斯将继续作为全球保守主义运动的一个强大引擎，但另外一方面他也催生了一个手里握有重金又有非常清晰的反叛意图的叛逆者詹姆斯。默多克家族的故事最终揭示了一个冰冷的现代真理，在绝对的权力跟财富面前，维系一个王朝的纽带最终既不是血缘也不是亲情，而是共同的信仰。当这两者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的时候，总有一方需要被量化、被交易、被清除、被牺牲掉。这样一笔33亿美刀的昂贵的分家并不是一个家族传奇的终点，恰恰相反，有可能是一个新的更加两极分化的媒体时代，一个默多克对抗默多克时代的序章。这一场关于默多克家族灵魂之战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我是艾森，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请点赞分享，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未来更多的精彩内容。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